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图解指南。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每一个人绝对都超关心的话题，那就是要怎么透过居家环境的布置，让你的财运跟好运气就像水龙头打开一样源源不绝。没错，就是大家常听到的居家风水啦。不管你之前对风水了不了解，今天这份解说绝对会是一个超接地气、按部就班的空间改造指南。我跟你保证，只要跟着我们接下来分享的步骤，稍微调整一下你的生活空间，好运绝对会自动找上门哦。准备好让你的家焕然一新了吗？我们直接开始吧。在开始之前，先问问大家一个可能会有点心痛的问题：你是不是常常觉得，明明自己工作超努力，每天早出晚归的，但为什么钱财总是左手进右手出，好像怎么存都存不住呢？这真的是我们很多人都有的痛点，对吧？但你知道吗？这个问题的罪魁祸首，可能根本不是因为你不够省钱，而是你每天下班回家打开门，第一眼看到的那个空间。没错，你家的环境能量场，可能正在无形中偷偷影响着你的钱包哦。所以呢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带大家走的空间平面图。我们会先从第一站大门开始，接着带你走进第二站行官，再来是第三站客厅，最后呢，我们会给大家一套超实用的日常行动计划来收尾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进入第一部分，大门开运法。在风水学里面呢，有一个很关键的概念叫做气口。大门可不只是一块木板或是一扇铁门而已，它是整个家里纳气的总枢纽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房子的嘴巴或是呼吸道。我们每天进进出出，好运啊、财气啊，甚至是不好的煞气，通常都是从这里进出的。所以啦，大门的布局就直接决定了你整间房子的基础运势。如果这个气口不顺畅，那你房子里面风水布置的再好，其实都等于做白工。说到大门的布置，有非常明确的对比法则，我们这就来看看。先说说开门见三样，也就是一开门最好能看到的三个东西。第一个是见红，像是喜气的春联或是红地毯；再来是见绿，摆些像是发财树之类的绿色植物，感觉生气勃勃；最后是见画，比如山水画，寓意着美好。这三样东西能瞬间把进门的正能量拉满。但是关键来了，有所谓的开门不见三样，这可是大忌哦。第一，绝对不要一开门就看到镜子。你想想，财气才刚进门，被镜子直接反射出去了，多可惜呀。第二，不能看到厕所，晦气直冲不只影响财运，还会影响健康。第三，绝对不能看到厨房的炉灶，这在风水上就代表着你的钱财会留不住，直接被火给烧光光。这两种法则放在一起看，你就能很清楚知道大门布局的底线在哪里了。接着我们跨进门槛，来到第二部分玄关五要诀。玄关可以说是家里的第一道防线呢。你知道吗？玄关跟客厅之间其实是有一个完美的黄金比例的。最理想的玄关大小大概占整体空间的15%左右，大约就是客厅的1/8到1/6。为什么这数字这么重要呢？你想哦，如果玄关太大了，进来的气就会散掉，根本聚不起来。但如果玄关太小，又会变成一个能量的瓶颈，让好运气全部大塞车挤在门口进不来。所以抓对这个协调的比例，是让气场平稳过渡进家里的关键。再来，玄关风水有2个绝对不能妥协的灵魂所在。首先就是采光，玄关绝对不能暗摸摸的。建议大家可以装一盏3000K 的暖黄色主灯，记得哦，不要用那种闪来闪去或是太花俏的灯，明亮又温暖的光线才能让家里的气场顺畅。然后最重要的一点，千万不要把鞋子丢得乱七八糟。大家试着想象一下一个画面，财神爷今天好不容易来到你家门口，结果门一开，直接被一座像山一样高、味道还不太好的鞋山给绊倒。你觉得他还会想走进去吗？肯定马上转头就走吧。所以玄关是家的门面，保持整齐真的是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招财方法了。还有啊，玄关放的地毯呢，颜色可不是随便看心情挑的哦。其实它是可以根据你家大门的朝向来搭配五行的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如果你家大门是朝东或是朝东南，五行属木，那你就可以选绿色或蓝色的地毯来相生相旺。如果大门朝南属火，那就选红色或紫色。朝西或西北属金，就很适合白色或金色。
那如果大门是朝北，属水的话，就挑蓝色或黑色的地毯。你看，只要简单对照一下五行，换一块对的地毯，就能超级轻松的帮你的大门风水加分。除了挑对地毯，我们还可以在玄关放一些特定的开运摆饰，来把防御力点满。像是在玄关放一对铜麒麟，可以帮忙化解煞气，招来贵人。如果你放一个白手巾簇，它就像是一台天然的空气清净机一样，可以帮忙把从外面带回来的混浊气场过滤干净。那如果挂上一串五帝钱，则是可以保佑家里平平安安的。这些摆饰啊，其实就像是帮你的家装了一个隐形的精神滤网，确保只有最纯净、最正向的能量可以进到屋子里面。处理完玄关，我们往里面走，进入第3部分客厅聚财法。客厅的主角绝对就是沙发了。关于沙发的摆设有3个超级关键的重点。第一，沙发的背后一定要靠着实墙。在风水上，这代表你在事业跟生活上有靠山，坐起来也会觉得比较安稳。第二，沙发绝对不要正对着大门，这会形成一种冲煞，会让你坐在那边有一种莫名的焦虑感，坐立难安。第三，如果你的空间够大的话，尽量把沙发摆成 L 型或者是 U 型，这种感觉就像是张开双臂拥抱的格局，不但可以让家人感情更好，还能把刚进门的好气场稳稳地聚在一起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接下来我们要来揭晓客厅里面最神圣的角落，没错，就是传说中的财位。其实找财位的方法超简单的，它通常就在你进大门之后的对角线最深处，不管是左斜角还是右斜角，总之那个最里面最不会有人走动去打扰的角落，就是你家客厅的财库所在啦。既然找到了财库，你就必须严格遵守这4个黄金法则来养它。要保持明亮，保持整洁，千万不要在上面堆一堆杂物。你可以放一些像是聚宝盆啦、水晶洞，或者是财神像这类的招财好物来催旺它。但我要特别提醒最后一点哦，财位绝对不可以位在通风口、窗户旁边或者是走道上。为什么呢？你想想看，财位就是要聚气，对吧？如果旁边风一直吹，或是有人一直走来走去，那你的钱财真的就会像字面上的意思一样，通通被风给吹散了，留都留不住。说完沙发，客厅里还有2个重要配角，也就是电视跟茶几。它们也是有规矩的哦。茶几跟沙发之间最好保持个60到90公分的距离，这样走路动线才会顺。而且切记，茶几上千万不要放像是剪刀啊这类尖锐的物品，免得产生煞气。另外一点也很重要，电视萤幕千万不要正对着窗户，这不只是为了避免反光伤眼睛啦。从风水的角度来看，关掉的电视萤幕就像是一面暗黑色的镜子，如果反光的话，同样会把我们好不容易聚集在客厅的好运跟气场给整个打散掉哦。硬体布置好了，接下来就是软体的维护啦。进入第4部分，养出好运气的行动计划。要维持家里的好能量，我们可以把习惯分成3个时间跨度来做：每日、每月还有每年。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微不足道的小动作哦。透过这3个阶段的持续累积，这些好习惯绝对会产生超强大的复利效应，帮你的整体运势带来不可思议的改变。我们就先从最容易上手的每日3件事开始吧。第一，每天出门前先把窗户打开个5分钟，让新鲜空气流进来，这就叫做换气纳新。第二，下班回家进门前，先在门外轻轻拍拍身上的灰尘，把外面的晦气、压力通通留在门外，不要带进家里。第三，晚上睡觉前，只要花个短短2分钟，把客厅稍微收整齐就好了。这3个超简单的动作，就可以主动帮你循环屋内的气场，好好的保护你刚建立起来的财气。接着来看看每月的仪式，你可以挑在农历的初1或是15这2天，点一点檀香或是艾草，在大门跟玄关的地方稍微宣一下。这其实是一个超级棒的传统习惯。植物的天然香气不但能帮你放松心情，在风水上就更是净化玄关磁场，把这1个月下来累积的负能量全部赶走的最强绝招。最后就是每年一次的重头戏了，也就是春节前的开运大扫除。在这个时候啊，麻烦大家把火力全部集中在所有的气口上，像是大门啊、玄关的角落，还有家里所有的窗户，一定要拿抹布彻底把这些能量通道给刷洗得干干净净。我跟你保证，只要这条气的通道顺畅了，新的一年你的运势绝对会迎来一个超级大爆发。今天的解说也差不多来到尾声了。
在结束之前，我特别希望大家能把这句话放在心里。风水其实不是迷信，而是居住环境与人之间的能量互动。这句话真的完美总结了我们今天聊的所有内容。你看，不管是光线的明暗、走路的动线，还是家里的整洁度，说穿了，这些全部都是环境心理学跟实用生活美学的结合啊。当你用心把居住环境照顾好了，这个环境自然就会反过来好好的滋养你的身心灵。大门跟玄关就是你家的第一印象，也是财运进进出出的关键咽喉。只要把握好今天这份指南里讲的这几个核心重点，好运真的自然就会来敲门啦。所以听完今天的解说，今晚你打算先动手整理家里的哪个区域呢？是先把玄关那座邪山收干净，还是赶快去把财位清空，让它发挥功力呢？别犹豫了，现在就立刻行动起来吧！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图解指南，祝大家财源广进，我们下次见喽！